臣妾怎么这般端正？降雪宣时，你就是这般接过朕的主意，那是朕心里最难忘的时刻。可臣妾画的皇上是得侧福晋旨意那天去城楼上找皇上，看见皇上玉树临风的样子。哎，一个端正，一个逍遥，这怎么会配呢？不配啊！朕可以与皇后一同入画，与你却不行。所以朕画了你的小象来哄你，结果你说不配啊！人是一对璧人，可是神情姿态都不相同，一起入画怎么合适啊？哼，那朕就偏要合适。朕叫郎世宁裱好之后，把它收起来。今儿个天真热啊！您一直在用啊？是啊，朕一直带着它，这红丽清英，哪里会不般配？绣这块帕子的时候，臣妾还在淼云阁守孝，当时还叫清英。那时候臣妾以为再也见不到红丽了。哼，帕子上的清英红丽在一块儿，那我们也不会分开的。朕不会让你看不见朕的。皇上，臣妾那日跟您顶嘴，您就当臣妾是最后一次吧。朕知道，朕知道你有心思，从来不瞒朕的。你姑母一走，你所有的心事，也只能对着朕说。经过那么多事情，往后还会有更为难的事，哪怕你对所有人都要循规蹈矩，但是对着朕，还是可以保留清英的性子。只是以后啊，不许说傻气的话。是。这花开得倒喜庆，黄与紫都是尊贵之色，摆在慈宁宫很合适。皇上小心，有什么好的都紧着您，就连送花都送的最好的。太后，皇上来给您请安了。皇上万安。给皇额娘请安，儿子来晚了。哎呦，看你这急匆匆的，你这是打哪儿来呀？今儿在漱芳斋听了会儿戏，一时忘了时辰，事儿迟了。是和贤妃在一起？皇帝和贤妃感情要好，对吧？毕竟后宫也要注意雨露均沾。你若是整日和他在一块儿，容易让其他嫔妃眼热，也会让他们的母家不安心呢。是，皇娘的话，儿子都记住了。来，陪哀家进屋用膳。主绣什么呢？哎，这不是昨儿皇上赏给您的诗吗？我把它绣在帕子上，多别致。皇上人虽没来，心里却记挂着主。主想到了皇上，便这般高兴。哼，这费了贤妃好大功夫吧？还绣了人物，是谁啊？回皇上的话，主说皇上的诗是题《吴梅村集》，主最喜欢里头那首圆圆曲，所以这个人物是陈圆圆。他倒有心思。皇上，方才启祥宫来请过了，贾贵人等着您去用晚膳的。皇上夸主有心思，不如当着主的面夸，比奴婢传话来得好。罢了，
朕允了嘉贵人，去启祥宫吧。这是。主，怎么了？嘟了个脸。皇上明明喜欢主的刺绣，偏还去了嘉贵人那儿。这些日子，皇上怎么来咱们宫里少了？皇上自有安排，你着什么急啊？好吧，好吧，奴婢就陪主在这儿等着。对皇后娘娘请安。起来坐下吧。谢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今儿穿的这身衣裳，花样虽少，却以清朗为主，看着很是大气。娘娘衣上的折枝花针法，像是我大清刚入关时实行的绣法呢。可是夏宫里最实行的，是在整件衣上满绣轻巧花样，会用金银丝线和米珠薄薄织起，或织金泥金，缀在江南最软的绸缎上，真的是又华丽又轻软。皇后娘娘，你身上这身衣服颇有古风，看着也很别致。那看来，大家还是觉得本宫这身衣裳不错了。是。本宫查看了内务府的账本，见后宫每年所费衣料之数甚巨。本宫的这身衣衫虽然是绣花，但疏落简朴，而你们所穿的衣服，且不论衣料，便是这刺绣一项，便所费太多。皇后娘娘说的是，可是咱们也不是用不起这些呀。后宫所事，民间往往追捧，所以才使得京城中江南所来的衣料翻倍而涨，就是绣工也愈加昂贵。如此下去，奢靡成风，还如何了得？贤妃，你说呢？宋仁宗喜食羊羹，不愿因自己的一夕之欲开启无穷宰杀，而自人口腹之欢，更不愿民间知道宫中喜物养成奢靡之风。皇后娘娘此举有如宋仁宗一般。皇后娘娘说的固然是，可是皇上一直都说圣祖和先帝励精图治，国富民强。便是国富民强，后宫也不能挥霍，否则祖宗们留下的基业还能经得起几代？本宫以身作则，效法祖宗旧制，从今日起，不再用江南所进贡来的昂贵衣料，不佩戴贵重首饰，平日里用的胭脂水粉和冬日里的炭火也要减半分发。便是协芳殿伺候阿哥、公主的奴才们也要减半。是。皇后娘娘真是克勤克俭。本宫也是想着，咱们身居六宫，但却为天下女子的表率，咱们不能忘了祖宗们定天下的艰难。臣妾定当追随皇后娘娘。臣妾定当追随皇后娘娘。